国际版抖音 TikTok 在美国发展的如日中天哦，现在大约有1.5亿的用户，相当于美国1/3的人口，影响力非常惊人。但最近美国政府却有意立法要封杀 TikTok，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真的有办法禁掉这么多人在用的 App 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为何要禁 TikTok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美国国会有意立法封杀 TikTok， 也因此召开了听证会。而 TikTok 的 CEO 新加坡籍的华人周受资也亲上火线，跟议员正面交锋。据美国媒体形容，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们难得的同个鼻孔出气，在长达5小时的听证会上面轮番的拷问周受资，炮火相当猛烈。还有议员开玩笑感谢周受资把两党的人团结起来。其实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尝试禁止 TikTok， 早在3年前川普就试过，不过最后失败了。但显然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打消这个念头。前阵子他们就下令禁止公部门在公家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随后呢，欧盟台湾等等也跟进推出了类似的措施。而最近美国国会要推的法案呢，则是打算要全面封杀 TikTok， 让美国一般民众也不能够去使用 TikTok。但要封杀使用人数这么多的平台，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跟反对声浪。那美国到底为什么想要禁 TikTok？ 那这次真的能够禁成吗？而 TikTok 又有什么样子的回应跟打算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应该有很多喜欢旅行的人都很想要挂一幅世界地图在家里，但是要找到一幅适合的世界地图真的不太容易哦。有些是尺寸太小，有些是不够精致，还有一些则是连台湾都没有好好标出来。但这次由乌克兰的木质手作品牌 Enjoy the Wood 推出的画框式原木世界地图，却一次解决了上述的困扰。它不只透过木头制作出了立体又精致的世界地图，在款式上面有很多选择，像是雕刻版的2色就保留了原木的天然纹理，而全彩版的3色呢，则是透过数位印刷更细节的标出了首都的名称以及国界内的河流与湖泊。而且我觉得更贴心的是 Enjoy the Wood 还提供了3款配件选购，让大家随时都能够追溯旅游的回忆或规划下一次冒险。目前在嘖的预购直到4月13，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点击下面的资讯栏连结，一起来看看画框式木质世界地图吧。而且现在使用志祺77的独家优惠码傻傻77，还可以再折扣300元哦。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2017年推出海外版抖音 TikTok 之后，它很快的就在美国爆红。现在 TikTok 在美国已经有1.5亿名的活跃用户，也就是超过1/3的美国人口。有众多的网红靠 TikTok 为生，音乐娱乐公司靠 TikTok 挖掘明星，大小企业还有新闻媒体也都使用 TikTok 做广告、宣传还有传播资讯。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TikTok 也一再的面临被禁的威胁。早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就以国安为由下达行政命令，试图逼字节跳动把 TikTok 卖给美国公司，后来更打算直接禁掉 TikTok。但川普的禁令后来被美国法官以总统是否有权限封杀 App 还需要厘清为由喊停。而拜登上任之后又直接撤销了川普的命令，让整件事情不了了之。TikTok 也就这样子挺过了这一段风波。不过从去年底开始，美国政府又开始对 TikTok 出手，先是中央跟各州都陆续的禁止公部门使用 TikTok， 拜登政府也再次向 TikTok 提出了出售否则被禁的选择。3月初，美国众议院、参议院更是各自的提出议案，要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基于国安考量封杀像 TikTok 这样子的社群 App。这些议案虽然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不过法案大方向已经是朝野多数议员的共识了，而白宫也在日前表态支持立法。那到底为什么美国政府又要禁 TikTok 了呢？根据美国国会议员的说法，他们推动禁 TikTok 法案主要原因在于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中国企业，要遵守中国法律，所以 TikTok 很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洗脑跟监控美国人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长期以来美国政界呢都在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干涉 TikTok 的演算法，来对美国民众宣传有利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又或是利用 TikTok 来搜集美国民众个资。而真正引爆近期新一轮疑虑的是去年中美国媒体 BuzzFeed 的报道所带出的争议。之前 TikTok 一直声称中国员工不能够读取非中国用户的资料，但 BuzzFeed 却踢爆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曾经多次的读取 TikTok 美国用户的资料。而在报道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几名参与报道的记者还发现自己的 IP 位置被 TikTok 给监控了。后来 TikTok 表示有几位字节跳动的员工调查内部泄密状况的时候，不当取用了几名美国记者的资料，而这些员工已经遭到开除。但同时 TikTok 也首度承认，确实有部分的中国员工可以读取 TikTok 美国用户的资料。从
从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TikTok 再度回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美国政府呢就开始对 TikTok 采取动作，这引发了中国当局抗议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字节跳动提供用户的个资，美国政府只是在滥用国家的力量打压他国企业。而至于 TikTok 这边呢，最近则是有 CEO 亲自出马到听证会回应议员的质疑。TikTok CEO 周受资在3月底出席了众议院听证会，面对2党议员长达5小时的轮番质问。这场听证会表定的主题是 TikTok 的用户资安跟儿童健康保护，但当天议员们的重心几乎都放在 TikTok 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上。面对质疑周受资一再强调，母公司字节跳动虽然是中国企业，但 TikTok 并不受中国政府掌控，而且呢也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跟中国当局分享用户资料。他还举了几年前剑桥分析公司盗用 Facebook 用户各自的丑闻当例子。表示美国公司的资安也做得不好，所以就算把 TikTok 呢卖给美国公司也无济于事。周受资说呢，真正的解方是 TikTok 正在推行的德州计划。他说这个计划会把所有美国用户的资料都保存在美国的服务器上面，这样子一来，不管中国的法律怎么定都没有差，因为资料都放在中国政府碰不到的地方。但是周受资的这些解释却没有办法消除美国议员们的根本疑虑，只要 TikTok 还是由中国企业控股，就难保它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或利用。此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周受资也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比如有议员问说，字节跳动的员工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读取美国用户的资料？周受资却含糊的回答说，德州计划落实以后就不能。议员呢就干脆打断他说，我不是问德州计划，我是问现在怎样，还直接帮他下结论说，所以答案就是 yes。那在听证会结束之后，许多议员都表示他们的疑虑完全没有消除，因此会继续的推动立法。而 TikTok 只是抗议说，会上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谈 TikTok 的资安措施，也没有探究禁止社群 App 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的争议。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如果要进 TikTok， 还会遇到不少的法律挑战。首先是可能抵触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当中禁止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去妨碍、剥夺、侵犯言论自由的规定。而另外呢，也可能抵触当初成功挡下川普禁令的伯曼修正案，当中呢规定文化作品和媒体可以在美国和敌对国家之间自由交流。因此，分析认为政府如果要合理化对 TikTok 的禁令，就势必要清楚的证明 TikTok 的威胁。但就目前政府呢，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在其他现有的研究当中，目前也没有找到 TikTok 把用户资料传给中国政府，或是用演算法帮中国政府做宣传的证据。此外呢，禁令在实际的执行上面可能也不太容易。分析指出，禁令最可能的运作方式是禁止所有的美国企业跟 TikTok 合作，让 TikTok 在美国难以营运，也可能直接禁止 Apple 跟 Android 上架 TikTok， 让用户不能够下载或更新 App。但即使是这样子美国用户其实还是能够用其他的管道去下载 TikTok， 而且 TikTok 呢也可以把他们在美国的业务转移到其他的国家。这样子一来，美国政府就很难完全封杀 TikTok， 变成要从用户下手去禁止美国人民安装跟使用 TikTok。但是比起针对企业的禁令这种做法会直接涉及到人民的个人自由，那可能就会引起更大的争议，在法律上面可能也更站不住脚。但虽然美国要进 TikTok 可能不太容易，但在目前朝野的共识之下，美国国会还是很有可能通过相关的法案。那万一 TikTok 真的在美国被禁了之后会怎样呢？如果 TikTok 被禁就能够保护美国人的个资不被中国政府利用吗？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 ，TikTok 禁令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根本问题在数据传输，绝大多数的 App 都在搜集用户资料，那就算没有了 TikTok， 也会有另外一家公司可以传资料给中国政府。不过这也代表有相似功能的美国 App， 比如有推出短影音功能的 IG、Snapchat、FB、YouTube 等等，或许就有机会接手 TikTok 的市场。像之前印度禁掉 TikTok 之后呢，自家的短影音平台ShareChat 就真的快速崛起了。那对于创作 TikTok 影片的网红以及 1.5 亿名的用户来说，他们虽然还是可以转用类似的 App， 但有很多人表示 TikTok 有独特的社群生态，在其他的 App 上面很难复制，因此他们还是会失去掉一个很重要的社群平台。所以，如果 TikTok 真的被禁势必会引发许多人的不满，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政局。像是有着众多年轻支持者的民主党来说呢，推行这种禁令就可能会让他们失去部分年轻族群的选票。而此外，这个举动也可能让本来就很紧张的美中关系再进一步升级。但除了对内的影响之外呢，也有人认为美国如果禁了 TikTok， 那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热门中国 App， 甚至是俄罗斯等等其他国家的 App 被禁。那这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采取更保守的态度来管理资讯跟科技产业。
根据 BBC 的报道，美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 TikTok 的主要使用者，多半都不同意政府禁止 TikTok。在听证会的当天，还有不少人到会场外头抗议。各大 TikToker 呢，也及时的制作嘲讽议员、力挺周受资的影片，并获得了大量的观看与按赞。有不少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穷学生哦，资料被搜集也不会怎样，也认为 TikTok 根本不会威胁国安，议员们只是在作秀，或者是仇中心理作祟。另外，也有些人是认为呢，不应该给政府这种权利去禁止一个有上亿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因为这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可能会导致政府未来对网络言论的空间采取更广泛的监管。那相对于年轻人美国成年人群体的想法则有明显的不同。根据美国情报顾问公司 Morning Consult 的调查，有 53% 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禁止中国的社群 App， 而且支持的比例随年龄递增。有人认为呢 ，TikTok 就像是特洛伊木马，现在看起来也许无害，但它的巨大影响力本身就是潜在的武器。等到发现具体危害之后，再来禁止就为时已晚了。此外，也有些人呢是站在保护青少年的角度而支持禁止 TikTok， 因为在过去TikTok 上面曾经出现像是甩老师巴掌啊，或者吃洗衣球等等的危险挑战，还有各种宣传瘦身的内容，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也有人因此丧命。当然，也有些人呢会持中间的立场认为应该要继续的监管 TikTok， 但不是完全禁止。他们认为 TikTok 确实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但下达禁令可能效果有限，还可能产生反效果，让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公司采取报复行动。那还不如用更严格的监管来确保 TikTok 这类的 App 不能够滥用用户的个资。之前在印度禁 TikTok 那集呢，我们有说过，未来中国的软体跟服务被其他国家禁止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趋势好像有增无减，尤其美国对于 TikTok 的处理方式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让其他的国家也跟着照做。像是去年美国政府开始在公部门禁用 TikTok 之后呢，就有蛮多的国家也陆续跟进，采取类似的措施，包含了台湾也在去年底把抖音跟 TikTok 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在公部门的设备上面禁用。那么觉得呢，这个趋势也反映出了各国对于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跟警戒心可能越来越深了。所以即便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TikTok 有被中国政府利用，但只要中国政府理论上面可以利用 TikTok， 它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那么观察到的一个蛮特别的点是，使用者对于资安疑虑的观感跟政府还有专家学者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美国，现在多半都是政府跟学者很急着要采取行动跟讨论，但使用者多半都比较不以为意。我们在想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各个使用者来说，他通常只会看到自己的状况，那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个资被看了，数据被追踪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危险的。但是政府跟专家学者看到的，可能是当每一个使用者的个资加在一起，会是足以撼动国安的大量数据，那也因此会戒慎恐惧。那么觉得如果要禁止或者去加强监管 TikTok， 去弥补这样子的资讯落差，也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台湾也应该要全面禁止 TikTok 吗？应该因为 TikTok 很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洗脑跟监控台湾人，不应该这样是对于言论自由的损害，不能够给政府那么大的权利。所以比起禁 TikTok， 我觉得重要的是去保护我们的个资和加强网络素养。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为何要禁 TikTok。此外，也可以点击右边的地方看看印度禁 TikTok 以及 TikTok 上面的危险挑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